艾特大冤中来看这部2024最新恐怖鬼片《恶魔契约》，纵横阴阳之间，比恶魔还狠。话说一日晚上，条大蛇爬下屋子，天空打着雷，而且还闪着电，吓得没缩在浴缸里。突然有黑水冒了出来。大傻一听见动静，就赶紧跑来把梅救出浴缸。看到这里，这个恐怖氛围的营造处于一线的水平。梅姨和那个冤魂有何恩怨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2003年讲起，在城市的郊区，有那么一对夫妻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。丈夫大傻和妻子阿芳，正月里就知道烧香拜佛，他们希望能发大财，住上大屋，再生个大胖小子。然而有个愿望还真实现了，那就是阿芳意外的怀孕。这下他们更愁死了，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才行。虽然他们很穷啊，但是大傻对老婆那是真的好啊，就差没端屎端尿了。阿芳吃着未来晚饭，他突然看见大傻手中报纸上的招聘广告，他好奇的拿过来仔细看看，这可把他惊到了。广告上面写的是月薪800万，还有额外的奖金，招聘2名护理人员，照顾中风的老者，最好是夫妻档，当然要有相应的工作经验。阿芳再一看报纸的日期，咦，还是昨天的。这下阿芳来了希望，她仿佛看见了幸福向他们夫妻招手。大傻觉得那不可能，因为他们俩这种照顾人的工作一天都没有做过。阿芳讲了一堆好处，最起码不用租房子住，还可以顺手牵羊拿点贵重的物品出来卖。然而大傻认为这不可能应聘得上，也不想因为偷东西而去坐牢。这时房东来催要房租了，再过2周不交，可真要把他们赶出去。阿芳一贯脑子都好使，所以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他做主。最后他决定2人去面试，当然去之前他好好的把自己和大傻包装了一下，让人感觉像是那么一回事。尤其是把大傻包装成从医院护工离职出来的，主要是因为受不了办公室政治。你还别说，阿芳还见多识广。在大傻对简历倒背如流之后，2人来到了富人区，找到了那栋大别墅，房子之大超出2人的想象。随后大卡面试了2人，他是屋主梅姨的儿子，中风的就是梅姨。大傻回答大卡的提问时都很到位，但是在说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漏嘴了，大卡当然也知道的，哈哈大笑起来，双方都有点尴尬。但不知为何，大卡当场还是决定聘用他们。随后阿芳和大傻就搬进了别墅，2人头一次住进这么豪华的工人房，开心的不行。大卡带着2人看遍了别墅的各个角落，交代了注意事项，尤其是如何护理梅姨的，然后就走了。弄了半天他不住在别墅里，实际上照顾梅姨的事情全部交给外人完成。不过第一天早上，大卡还是来看看大傻夫妻干得怎么样。早上梅姨有个固定晒太阳时间，周边的村民大壮就会把采到了新鲜的玉兰花送来，大卡就会给他们钱。当然以后给钱的事情就是大傻夫妻俩做的，他们2人就是这样认识了。很快大卡就走了，至于什么时候会回来，他们夫妻俩也不知道。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梅姨竟然是吃鲜花的。阿芳觉得梅姨保养得很好，就好奇的问她是什么时候中风的。梅姨就发脾气了，因为她觉得阿芳不该问的事情就不要问，做好分内的事情。到了晚上，阿芳帮梅姨洗澡，她摸着梅姨的皮肤没有一点松弛，根本不像是个老年人，就忍不住又问了梅姨保养的秘诀。可是这次梅姨用一种邪恶的眼神望着窗外，阿芳忍不住走到窗边看看，可是什么也没有啊。但是当阿芳返回来给梅姨洗澡的时候，坏事发生了，梅姨也不知道看见了啥，不停用手抓来抓去，结果还把阿芳胳膊抓伤了。气得阿芳离开了浴室。这时屋外一条大蛇爬了过来，天空打着雷，而且还闪着电，吓得梅姨缩在浴缸里。突然有黑水冒了出来，等大傻听见动静，赶紧跑来把梅姨救出了浴缸。等阿芳买了抓伤药回来，大傻已经收拾了残局，现在由阿芳接手照顾梅姨。他在厨房煮了一些粥，但是梅姨却在房间里遭难，看样子今晚恶鬼盯上了梅姨。很快梅姨的脸色大变，出现无数的血丝，接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就在旁边，似乎在吸取梅姨身上的精华。外面照旧电闪雷鸣的，梅姨终于七窍流血而亡。等阿芳端着粥来到房间，看见了梅姨的惨样，顿时被吓坏了。他着实没想到，这好日子还没过上几天，难道就要结束了吗？他不服啊，于是就把大傻叫来。大傻在殡仪馆守过门，当他确认梅姨已经死了，就要给大卡打电话汇报，然而被阿芳拦住了。
他脑子转得快，让大傻不要汇报，他怕被大卡告到法院，那就麻烦了。Udah pasti salah. Hukum itu tidak berlaku buat orang miskin. 另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，他们还没赚到钱，阿芳就决定先从这里搞到钱后，他们再远走高飞，这里肯定是有保险柜之类。大傻不想偷窃，阿芳就把自己的分析讲了出来。他发现梅姨有很多孩子，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关心他，雇人照顾母亲就是个漏洞啊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大傻这下听进去了，阿芳就到外屋去找，而大傻就留在卧室找。然而床上的梅却坐起来了，难道他变成了阿飘不成？而大傻也一直没有察觉，不过他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立即把阿芳叫了回来。原来他发现镂空的柜门里面似乎有东西，两人就想法子撬开柜门锁。可是2个小时后，大傻一直没有进展，这可把阿芳急死了，大傻也累坏了，于是他就停下来休息一会，两人顿时打起哈欠。这是刚刚过了午夜12点，两人竟然打起瞌睡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大傻醒来，突然发现梅姨的尸体不见，赶紧走过去一看，确实是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脚下出现一个披着被子的人，疑似是趴在地上，他就伸手想掀开看看，可是刚把手伸到被子的旁边，从里面伸出一只老手，把大傻抓了进来。顿时大傻吓醒了，他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，然而一转头，那个老太婆真真切切的就在他的眼前，吓得他就把阿芳叫醒，告诉他梅活过来了。阿芳顺着方向一看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大傻站起来一看，还真是啊，这时天已经亮了，等于他们昨晚折腾了一宿，啥也没干成了。他们就好奇的想知道这个梅姨究竟去哪里了。阿芳眼尖发现床底下有一个人，弯腰一看，竟然是梅姨。也就是说，梅姨从床上到床底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？他们想不明白，毕竟梅姨已经死了。有人再次把梅姨抬回床上，稍后大壮来送花，大傻只好一个人出来接待。这个时间也是梅姨出来晒太阳的时间，大壮没见到梅姨就好奇，就开始问起来。大傻就想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，大壮好奇心不减啊，继续问这问那的。阿芳觉得大傻好像搞不定，就赶紧过来说了几句，结果两人说的话互相对不上了，这让大壮更加的疑心。阿芳就把一张大额钞票暗中交给大傻，而大傻就直接给了大壮，还表示不用找零钱了。大壮顿时很惊喜，更关键的是他看见了站在窗户边的梅姨，打了招呼然后就走了。看到这里，咱们可以确定梅姨就是死了。刚才大壮所见的就是梅姨的鬼魂，目前他就是不想让阿芳和大傻夫妻俩能看见他，可见梅姨就是个厉害的角色，能纵横阴阳之间，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接下来将会得出答案。大卡打电话，意思是下午他要回别墅一趟，让大傻提前把别墅的大门铁锁打开。这下两人慌张了，这意味着很快两人就要露出马脚了。阿芳急中生智，想起来了福尔马林，于是就让大傻去医院找朋友，搞到了一套注射器具和福尔马林，然后往梅姨的身体内注射，这样就能延缓尸体的腐败时间。哪知道刚打上针，屋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，没想到大卡提前到了，大傻只好去开门，剩下阿芳收拾这个烂摊子。等大卡和大傻回到卧室，阿芳已经收拾好了，还把梅姨抬到轮椅上。大卡看见一切如故，也就没有说啥。其实他回来找梅姨是为了按手印的，他想从银行账户取出一部分钱，打算投资做生意。接着大卡表示过几天梅姨的生日他还会来的，大美丽丽也会带着孙女回来祝贺她的生日，然后就走了。这通操作简直把两人看傻了，两人也不管那么多，照旧推着梅姨出去遛弯。那些邻居见到梅姨纷纷打招呼，梅姨顺便还买了一些食物，这下刷新了阿芳和大傻的三观。两人回来就在卧室了争吵起来，生怕梅姨被人发现已经死了，那样他们可就完蛋。吵闹之间，无意之中他们在枕头里发现了大量的钞票，这可把两人兴奋的。接着他们又把床垫抬开，下面都是钞票，数一数足足有2000万之多，另外还找到了2把小钥匙。他们俩就商量好，这几天找到保险箱，拿到财物就一走了之。随后阿芳终于在梅姨的生日的前一天找到了通往地下室的出入口，其实就在那个柜子里面，其中一把小钥匙就是开那个柜门的。两人进去后，阿芳果然发现了一个保险箱，可是有密码他们也打不开啊。大傻就发现了一张照片，里面有很多的孩子围绕着梅姨，瞬间有很多的鬼魂缠绕着大傻，当然他是不知道的。
就觉得耳边有很多的噪音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见楼上有脚步声，两人赶紧回到地面。哇，正是梅姨的女儿丽丽带着孙女回来了。丽丽跟往常一样和母亲梅姨说话，这下把大傻搞得有点受不了。丽丽出来让大傻去买点东西，大傻照做了。他就在小店喝着饮料，拿着地下室的那张老照片看来看去，被那些邻居看见了，于是八卦起来。他们说这里藏有大量的黄金，而且梅姨的年龄其实很大了，曾经有很多的子女，每年的梅姨生日当天都会死去一个子女。这下让大傻觉得梅姨十分的邪门，他回来赶紧告诉了阿芳。他们觉得梅姨之前能那么的长寿，肯定跟子女的死亡是有关系的，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也分不清了。他们决定最后试一下打开保险箱，行不行两人都要走，这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阿芳叫大壮去把梅姨和他的那些子女的生日日期搞到手，他觉得其中一组数字能打开保险箱的门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傻把那些生日日期搞到了手，大卡也回来庆祝梅姨的生日。梅姨的另外一个女儿阿雅正开车赶来，梅姨样貌恢复了，而且跟孙女在一起玩。这次阿芳和大傻都看见了，两人差点惊掉了下巴。生日晚宴即将开始，那些生日物品摆放完毕后，大卡就给妹妹阿雅电话，问她什么时候到。刚说完，阿雅就出车祸了，当场死亡。她的死也成就了梅姨，让她又可以容光焕发，多活一阵子。而阿芳和大傻抽空就去地下室打开了保险柜，哇塞，里面有大量的金条和首饰，两人赶紧打包拿走。可是两人刚回到地面时，大傻就被神秘力量拖住了脚踝。大傻差点被搞死了，但是两人接茬拿着包裹继续往外走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没再逗他们玩呢。走着走着，两人发现根本走不出去，这个大别墅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里面全是大大小小的鬼魂。夫妻俩被分开，大傻被那些鬼魂带走。然而阿芳捡起包裹跑出了别墅，他想想不对啊，大傻还没出来啊，他还是那么的爱着大傻。他回去找到梅姨，跪下来请求Lepaskan suami saya. Harta atau nyawa。阿芳把财宝归还了梅姨，果真大傻被放了回来。阿芳就搀扶着大傻走出了别墅。当他们走到大门口时，阿芳却流产了，两人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梅姨反而更显得年轻了。影片到此结束，我认为本片一改往日旖旎鬼片偏重于民所类的风格，可谓是另辟蹊径，算是今年拍摄比较有深度的影片，反映了贪婪的人性以及如何的取舍。片中还有不少的凸脸镜头，不过到最后也就不太吓人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捧场。